川普从8月说可能允许部分将归，到现在是禁止出售。其实对辉达来说有没有伤，我觉得应该多少是会有的。那再加上其实商务部有下指示说，在中国的数据中心是不能用辉达的东西，要用自主研发的东西。那基本上这样子会造成怎么样？中国强迫用自己自主的国产品牌来去做使用。那你今天效能不够，用数量来凑，那久而久之，也许就找出不同的解方。白宫要通知联邦政府的官员啊，说美国是不会准许人工智慧，就是 AI 的晶片大厂辉达降规版的这个晶片呢，就是 Blackwell 呢卖到中国大陆去的。表示说，川普呢已经改变心意了哈，因为他在8月份的时候曾经暗示说有可能哈，会把这个 Blackwell 准许它卖到中国大陆去，但是是降规版的，效能降低大概30%到50%。可是显然从最新的结果看得出来，是在内部对中鹰派的压力给了川普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对照这2天特别到台湾来啊，风尘仆仆到台湾来参加台积电运动会，然后旋风式又离开的黄仁勋啊，因为他之前就提醒过，围堵只会使得美国在与中国的 AI 竞赛中落败。还有一个最新消息，大陆方面传出，为了要促进内部晶片产业的发展，也推出了晶片自主化。那特别呢发布了指导命令啊，要求接受国家经费的资料中心计划只能够使用中国大陆国产的晶片。好，我请教江老师哈，黄仁勋的提醒啊，因为我记得他不止一次特别提醒说，川普政府请你们一定要正视一件事情，是一味的围堵。第一个，我没有了市场；第二个，他们的技术不断在突破，那我们要想办法拖慢它的速度，所以请不要围堵。这个部分的话，您的看法？其实说实在，毕竟是商业模式啦，你要有买卖，你才有钱赚。那有钱赚，你才可以去做研发，往下一代走。那目前川普从8月说可能允许部分将归，到现在是禁止出售。其实对辉达来说有没有伤，我觉得应该多少是会有的。那再加上其实商务部有下指示说，在中国的数据中心是不能用辉达的东西，要用自主研发的东西。对。那基本上这样子会造成怎么样？就第一个就是刚提到的，中国强迫用自己自主的国产品牌来去做使用。那你今天效能不够，用数量来凑，那久而久之，也许就找出不同的解方。第一个，那其实，在华人很容易就是做，因为像美国会习惯是像这样子，会有点像是暴力的去解题。我用数据，我用数量，我用效能来去解 AI 的题。那中国可能我因为效能提不起来，所以我别的方式去解这个题。辉达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啊，最近他出现在美国城堡证券参与2025年全球市场未来展望人工智慧与下一个成长前沿的这场盛会进行做对谈。那么他特别谈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呢，他就语出惊人说啊，他说美国出口管制啊，让辉达100%退出了中国。那曾经在辉达这边呢，是在中国大陆有市占95%的业务啊，恐怕未来都要归零啊。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原先95%，现在一夕之间有可能会归零，怎么办呢？那因为针对美国对中的 AI 政策呢，黄仁勋就因此呼吁啊，说要退后一步，回归第一原理，并且也指出了 AI 竞赛的关键是赢得开发者。而中国大陆呢，拥有全球大约50%的 AI 研究人员，还有包括顶尖大学浓厚创新的氛围啊。这个7月份呢，黄仁勋在北京也曾经告诉过媒体记者，他说技术领先需要庞大的市场。他还特别讲了一句话，针对华为的，他说任何低估华为和中国制造能力的人都非常天真。所以黄仁勋是不是意有所指？美中之间其实应该走的是竞合，而不是竞争，是这样子吗 ？Russ 怎么看？黄仁勋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楚，他一直说，美国不要管那么多了，不要限制那么多了。他说至少中国会 catch up。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非常熟悉科技业，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这个能力，就是追上只是迟早的事情。世界跟钱的问题，但是或许不管他们投资多少钱，有多少人力，那或许会未来几十年还是会慢一步，不管是美国或台湾，但是迟早都会 catch up。那黄仁勋也是很直接就讲到这件
事情啊，所以他真的认为这些管制是没有意义，而且他也很坦白说了，他觉得NVIDIA 在中国大陆的 customers 客户不是军方，所以人家说，你的晶片是中方会拿来用在军事设备、武器等等，那他一直否认，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立场不会改变，不管美国或批评者、媒体、学者说什么，国会议员等等，他还是会继续保持这个立场，说，我的 customers 我都是私人企业，不是政府，不是军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黄仁勋啊，认为说他其实是蛮适合当外交官的哈，可是他现在面对是两个非常强的，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习近平，他夹在两个人中间之间，你觉得他那个角色要怎么拿捏？Be everybody's friend， 对不对？很明显 ，Be everybody's friend。他的 approach， 他的 style 就是还是跟大家都保持朋友。所以今年我已经忘了他有几次去白宫跟川普见面，而且有公布什么美国大型投资案，NVIDIA 都有加入一些 data center 等等啊。那另外，川普去中东的时候，去沙特阿拉伯，黄仁勋也有参加。对。最近，川普总统的9月份去英国的时候，黄仁勋一样有参加了，也宣布在英国打投资案子，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啊，他跟川普总统的这个 cooperation 这个配合度是非常到目前为止非常顺畅了，而且很明显，川普希望他，这个很重要。如果川普觉得我跟这个人合不来，那川普总统就不会那么多次邀请他来白宫，但是很明显，川普认为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企业家，所以我们也不排除，也许 APEC 他有可能会跟着川普一起去。如果有的话，不会意外啊。好，因为我们讲到的黄仁勋，其实大家就会想到他先前的那个被他被他取代了，就是马斯克哈。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黄仁勋似乎有刻意保持跟川普之间的距离，你觉得为什么？我不会做这个类比了，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Musk 觉得我要虽然我是X 平台，我是 Tesla、SpaceX 董事长，但是我那个时候为了帮忙我的好朋友川普，那我就愿意几乎是 full time 全职来加入这个 DOGE 这个 Doge， 对不对？所以从1月底到5月初。他几乎都是 full time 全职，都是在白宫做这个政府的改革。那黄仁勋从来没有这样做，对不对？黄仁勋我们都知道，他忙着飞来飞去中国，飞来台湾，参加论坛，接受媒体访问。另外还要去新公司了，跟川普去中东、英国等等。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从来没有 full time 跟川普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个类比是我不认同了。OK， 其实每个人的考量是不同的哈，因为这个。当然，黄仁勋跟马斯克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对黄仁勋来说，要追求企业获利，追求增加营收是他的主要目标。辉达在中国大陆的营收虽然说已经连续3年下滑了，但是到2024年年底大家算了一下中国与香港合并的收入仍然达到了171亿美元，年增66%，占全球营收的13.1%。蛮多的哦。好，今年7月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辉达曾经申请 H20晶片出口的许可，但是几经波折呢，中方最后是决定不买，后来还衍生出说要不要再卖这个 B30A， 当然也被卡关了啊。那中方的技术团队靠着庞大的工程师正在协助中国大陆的企业，像是适配同意DeepSeek 这些国产模型，要追赶辉达晶片的效能，而且要挖掘现有硬体潜力的性能。另外讲到这边，特别刚刚老师也讲到人才，聂老师也讲到说，其实华为也挖了很多辉达的优秀的工程师所以中方现在看到他们领先的 AI 公司，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DeepSeek 还有阿里巴巴、月之暗面这些在训练大语言模型 LM 仍然是重度依赖辉达的 GPU。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大陆国产的 GPU 什么时候会取代辉达，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这个连黄仁勋都非常的关切在意。黄仁勋也坦白说，他说目前辉达所有的股东都预测假设中国大陆的业务万一变成0的话，但是他仍然对川普的政策调整抱持希望继续向美国政府解释、提供资讯，争取改变。好，争取改变，川普会接受吗？老师怎么看？毕竟以黄仁勋来说，他还是企业家，
中国的市场还是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中国做了很多的应用。那过去大家觉得可能 DeepSeek 也许是昙花一现，没想到现在中国政府要求他所有的下面的单位要使用 DeepSeek 来做办公。那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或坏处呢？就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训练。那跟台湾比起来的话，或者是跟 OpenAI 比起来的话，它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资料可以去训练出自己的一套模型。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的话，大家想说，是不是因为军工的关系，所以黄仁勋不能卖东西到中国？那其实我觉得，以军工除了军工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智慧制造。因为你看到他来台湾很多次的发表会，他就是在一开始是秀Digitwin 数位孪生嘛，那再是造那个智慧工厂。那到现在上一次来是秀他的机器人，就那个 Jensen Thor。对。所以你看它其实是有一套的整个所有未来的我们的愿景，可以用到 AI 或者是用到他们家的产品。那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市场。虽然说子弹炮弹一响黄金万两，可是说真的，你在和平时代靠这个赚钱其实是比较务实的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大陆自己做出它自己的一套系统或 AI 的话，也许没有 NVIDIA 那么强。可是问题是我就可以去慢慢取代黄仁勋的 NVIDIA。那还有一个部分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他们想要去突破，靠什么突破？很大一部分他们是用很多的记忆体跟很多的硬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接下来硬碟跟记忆体的股票会大涨。其实最近已经看到 HBM 的相关的股价还包括整个这个市场非常的畅旺啊。美中两强的争霸，未来主战场仍然就会是在科技这一块。不过呢，现在不只是科技里面的晶片。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 AI 晶片啊，华为先前喊出了，他们说在3年内希望要追上晶片的巨头辉达。不过呢，最近这个国外研究机构Tech Insight 他们最新的一个拆解报告出炉，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他说他们拆解了华为升腾910C，我记得看到的报道是如此说华为顶级 AI 晶片的核心组件目前仍然高度的依赖台积电、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的技术跟制造。那这个报告呢，似乎也是想透过这个报道呢，浇华为一盆冷水这个报告当然显示是说，华为在核心组件上面确实存在着短板，而且也暗示了华为在架构设计上的自主性可能还有一段路。好，当然华为呢，当然知道短板是存在的，所以他们才喊出3年追赶那所以这个3年是代表说他们预留一个战略的替代期嘛，这3年好好的想办法猛追上。那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陆老师，您觉得华为说在3年内他们希望能够追上 NVIDIA， 就是辉达他们必须先克服哪些难题？对于华为来讲，这的确是他的一个战略性目标，而且3年追上是相当具有挑战性。但是9月18号，华为的这个副董事长，也是他的轮值董事长徐世金，就在他的全年接大会里2025里面，他大肆宣传他的这个计划。那他主要是有2个策略，一个就是超节点它的 Super Pod 来设计新一代的 AI 晶片；第二个，他用重级的方式，重级就是不断我一个晶片打不赢你，我用两个打不赢你，我用4个，这样一直的加，所以它可以加到15480个升腾系列的 AI 晶片。来共同努力，作为它 AI 算力的基础，因为 AI 算力基础就在这个晶片。那晶片以它目前，它的确是落后辉达只有说它可以做到辉达 NVIDIA H20的部分，它是可以做到，这没有错。但是它还没有办法赶上辉达的这个最先进的 H200、H100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晶片。那它最主要这次的论点是这样子，他觉得说，为什么以前微软Microsoft 它可以整个 Windows 系统统治了这个电脑，那 Apple 呢用 iOS 统治了整个的手机。他说，重点是在于这个生态系。他说，我们 AI 要建立一个生态系。那辉达利用它的 CUDA、Blackwell， 它现在建立它的生态系，所以我们怎么打不赢它。那这样子，我这个华为，我就把我的开源放出来，我邀请所有的前后链的供应链一起来加入我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共同来打这个3年之战，让所有志于想要跟辉达拼的人一起来加入这个战场，来共同跟辉达打一场战。我想他的一个策略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单纯从晶片。如果单纯从晶片，
它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出像台积电、三星目前这个晶片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这是它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 ，HBM 啊超高频的这个记忆体，它到目前也是没有办法做。以中国大陆现有的长芯存储也没有办法做出这个 HBM 这样的一个高速的一个高量的一个记忆体，这都是他需要面对。但是他说我做不到没关系，我就把很多的堆叠起来。他说我可以用一个堆叠，第二个我用网络，我的网络比你强大因为这个讯息还是要透过网络来传输，我用建立更高效的网络来赢你。第三，我还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政策支持，所以他用这3个想要跟辉达打一场3年之战。所以这也是我想继续问一下吴老师，就是说，华为喊出说3年内他们想要急起直追辉达当然这个是凸显出了一个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说你给我时间，我一定追得上。可是除了时间以外，因为现在美国联合了其他它可以影响的势力范围，去想办法在技术上要卡住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特别是晶片发展。所以技术上要先克服哪些难题呢？您觉得？补充那个刚刚骆老师讲了，9月18号徐志军讲这个华为的权力界大会，他讲得非常长，我也看了，那个资讯量非常非常大。但是我们除了关注他说了什么那些战略目标之外，还要看他没有说什么。其实没有说什么，就是你刚刚问的非常棒的问题。他到底要靠什么技术路径？他定的是目标嘛？那我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种不同技术路径。这个部分他其实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当然也没有必要全部都告诉我们。那我们比较关切就是说，你要能够制造出晶片，你能够设计你能够写软体，能够怎么样设计完，你一定要最后能制造出来。那在你这个背板上面，其实有提到几个重要，他自己现在支援的那些晶圆厂。就真正要把晶片制造出来的，这个晶圆厂很重要。这个晶圆厂不但要制造出这个所谓的晶片GPU 或者 AI 晶片，或者你叫 processor whatever，你不管怎么叫它，你要把这个晶片制造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你说长晶存储 HBM， 不管是2、21或者是3，一直在迭代嘛，它在未来3年能不能做出来？因为要做出这个所谓的 AI 这么大一个 AI 的 data center， 或者我们把它叫 AI 工厂里面除了有晶片，包括 GPU 跟 CPU 之外，也要有高频存储的这个晶片，这2个都是晶片，要能够制造出来。徐志军这个部分没有讲很清楚，但是我认为他其实已经掌握了，有把握了。另外一个呢，每一个这么大的 data center 中间有很多的机柜，有很多的这个刚刚讲从集聚集起来之间要联系，这个联系这一点，这个华为蛮厉害，因为它用电跟光，就我们现在叫细光子或者细光的这种原理能够在中间的传输这个速度跟频宽加得非常快，速度变得非常快，用的不是光电，还要用上光。那这个部分华为其实绝对不比 NVIDIA 差，所以它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跟你单独只比这一个晶片 processor， 也不是只管这个 memory 的晶片，还包括这个从集聚集到以后中间的联系，这是 communication 或者 interconnection， 这个很厉害所以他把这些部分都能够有把握，他才可以讲3年之后我可以追上你。但他没有讲是我更关心到底是哪些晶圆厂能帮他做呢？那这里面到底是不是已经有 DUV 呢 ？DUV 调制到什么程度，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这个伪做的技术？这个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等一下特别要请教您 EUV 的问题包括 DUV 跟 EUV 那可是讲到晶片的部分，其实有一个现象现在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美国现在很头痛的是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晶片他们的市占率现在越来越大，而且呢，最新的研究显示呢，66%的美国产品都在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晶片，这些晶片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成熟晶片。所以呢，中经院的分析师跟预估说，中国大陆成熟制程的晶片制造，渴望在2年内就会取代台湾，成为全球第1的市占率成熟晶片虽然说技术门槛不高，可是呢，像是工业上的汽车、家电这些非敏感领域都用到这些成熟晶片制成这些晶片。那中国大陆如果万一掌控了主导权跟话语权，垄断了全球在成熟晶片的供应链的话，那么未来美国对中国的先进晶片制裁会不会反过来被钳制住？所以我们先请周老师带我们看成熟晶片在这个中美竞争下，它的重要战略价值是什么？好，这个因为讲到晶片，这个吴老师也是专家，我刚才这个节目之前我跟他请教了一下这 CSS 的定义把成熟晶片定义成22奈米以上。那吴老师说，美国去设定的一个这个底线是14奈米嘛，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就是基本上14奈米，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这个晶片厂没办法制造14奈米以下。那不管如何，
它是一个就是说已经算是就是说，虽然就算你定的那个奈米的尺寸不同哈，但基本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在这个手机啊，在这个汽车啊，或是说像这个互联网，就叫 Internet of Things 啦，就那这些东西它都是要用成熟晶片，所以绝大多数我们的生活所需的这些晶片是来自成熟晶片，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它会比这些先进制程的影响力还要大？因为它的面向非常广泛。对，第二个，现在讲到就是说，未来美国会不会变成完全高度依赖？刚才这个何荣兄提到了66%，事实上。这个数字我看是可以有的讨论的未必真的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制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产能到底有多大，其实专家是没有共识的那这样当然前2年是说中国大陆大概占全球28%了，我认为这个比例一定很高，而且呢一定是不断还会增加，因为中国大陆它盖工厂速度也很快，所以它的成熟制程的产能不断扩大，这是事实。问题是。大到多大，以及对全世界的影响，对西方国家市场影响多大，这就是一个问号。比如像说很多工厂盖出来，但是它到底能够生产多少片，它的良率如何，这个每一家工厂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本身能不能有一个精准的估算？你现在盖出来的时候，它是设定是说它能够产多少，可是因为这家新的工厂的产能，其他家的工厂可能也会调整，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它真的是不是能够产那么多，以及产出来的良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中国大陆的晶片产能是多大程度满足了它国内的需求，然后以至于它可以外溢到全球，还是说它国内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有的认为说它已经在全球扩散了，就是说全球很多国家都是依赖中国大陆的这个成熟制程、成熟晶片来作为它主要的生产需要。对。但是也有的估计认为它只满足了它国内的不到20%，所以这个估算又千差万别。那因为它本身国内的这个电子产业或其他各方面产能也都很大，也都需要晶片。不过这个是凸显出刚刚吴老师也点到了，就是依赖的问题就是当你这个比例越高的时候呢，未来被它钳制住了怎么办？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说，未来就变成是美中2个大的这个架构，就是说2大就分得非常的清楚一个是美国制或者美国盟友制的，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刚左老师讲那个最近研究，你说66%，也许应该稍微再研究。这个数字是指说送到美国境内的那些电子产品，可能洗衣机啊、微波炉啊，其实通通算进去，里面的成熟制成晶片有66%在中国大陆制造，是指这个意思。因为晶片是一个中间产品，它不是个 final 的 product， 所以说呢是放到很多别的产品里面的晶片。对。那中国大陆这个，所以你回到你刚刚讲外溢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制造全世界各种的 devices， 它放在里面的晶片，它当然会外溢到外面去，是透过这个途径，而不是直接它出口卖到别的国家，你再做这个产品。所以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分析这个数字呢？是吴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成熟晶片现在高阶制造这一块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被认为说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他们不断研发，因为他们现在这个。DUV 跟 EUV， 特别是 EUV 被卡嘛，所以呢，有一家公司叫宇亮生科技是成立在2022年，在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科技公司，他们最近推出了新款的 DUV 曝光机。那一传出来之后呢，这个虽然说它还没有说办法做到 EUV 啦，但是已经被认定说可以支撑到5奈米的制程这对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就是说晶片自主化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很令人这个振奋的一个消息是。那这时候也看到德国蔡司跳出来，他们就说呢 ，DUV 比 EUV 还重要蔡司还说呢，美国的错误制裁让中国大陆成为市场的赢家所以现在在 DUV 的研发突破上面这个您怎么看？就是因为 DUV 是比较，所以 EUV 是更高阶的。目前在 EUV 的研发上，您的了解中国大陆的未来要突破的点是什么？华为在深圳的新凯莱在发展 EUV， 然后华为支持在上海跟上海国资成立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对宇亮生，它在发展 DUV， 而在今年年初这个 DUV 的原型机已经做出来，送到上海的中芯国际去做调试，这个调试可能我想至少要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大半年了嘛，所以我想可能至少要1年才能做到你刚刚讲说不定努力一下可以做到5奈米，经过各种 double patterning 的方式，就重复曝光的方式。那如果真的能够运作顺利，可以量产这个机器本身，那就能满足中国现在大概有50座晶圆厂都在盖厂。那这个时候，
大家都去用同样的技术去往7奈米、5奈米，就刚刚周老师讲所谓的先进制程晶片这个领域去冲，那这个对全世界影响都很大。也能够像刚刚讲的满足中国国内自己的需求，因为光华为的手机就需要非常多的7奈米、5奈米甚至更小、更微缩的晶片，所以要从这个角度讲。这是讯息本身。那回到刚刚讲的蔡司说 DUV 比 EUV 重要，蔡司那篇文章我当然早就看了，它是按照全世界的市场来讲。所以如果你美国当初只想控制 EUV 不卖给中国，这好像错了，你应该连 DUV 也要一直限制，因为 DUV 所产生出来的晶片的总数，虽然它是成轴制程，好像没有那么 critical， 可是它的总数量比较大。结果你把这一片市场，因为你没有限制，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 DUV 的总量从 ASML 买去绝对超过1000台，如果加上其他的什么测量机啊、步进机老的，应该超过1500都有了呢。是。那最近去年、前年有大量采购，所以量很大，它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把 DUV 的市场，因为有这么多 DUV 的 ASML 的这些曝光机或者叫光刻机，所以它就占据了这个市场。蔡司主要指的是这个意思。OK。但是我想一开始美国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个产业链真的是比较复杂，这整个供应链比较复杂。我觉得拜登那个时代，他的幕僚其实已经做了很缜密的规划，但大概没有办法看到这么远了。那等到这个现象出现，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对，因为半导体产业确实分工是非常精密跟非常的细，变化很快。对，光是这个 EUV 啊、DUV 哈，其实你会发现说，中国大陆现在要向全球表达一种态度，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卡我，那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也只好自己想办法做出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马上来看的就是华为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个为期3年的发展愿景啊，这是在华为全连接大会的场合上面看到华为的副董事长，也是现在的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他在会中就向大家展示了新一代的 AI 晶片，还有升级版这个 SuperPOD 设计啊。那 SuperPOD 整合运算、储存、软体还有基础设施管理，在概念上呢，明显是致敬辉达的资料中心平台。说是致敬，其实呢，无非就是对标啊，就是辉达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华为就想办法赶上。好，这场大会的核心亮点呢，也在于另外一个，就是新亮相的 Unified Bus 这个互联协定。理论上呢，能够把多达15488组的升腾 AI 晶片串联起，变成一个庞大的系统。而华为也宣称呢，这项协定资料传输的速度将比辉达即将推出的 NVLink 144还要快上62倍。华尔街知名的投资机构 Bernstein 他们就分析说呢，虽然大陆业者整体效能现在看起来仍然是落后于辉达跟超微的，但是呢，大陆业者近年来不断的在追逐在寻求突破算力瓶颈的解方。像我们现在提到的华为就宣称呢，他们有能力可以把100万颗晶片从极化，来透过这样的方式追上这个跟辉达之间的技术差距。好，那我先请教江老师啊，我们现在提到说 SuperPOD 这个设计，因为这次看到在华为的大会上面有新一代的 AI 晶片，还有这个升级版的 SuperPOD， 它的原理是什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的话，其实之前应该是中国被美国制裁，不能去买比较先进的辉达晶片嘛。那其实在中国这几年来一直不断的想要去突破美国的封锁，以前是讲的小院高墙嘛。那一直不断的去试。那我们其实也尝试的去看中国的几间公司它的专利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到，它其实不只是在 AI 的晶片跟 AI 的设计上，它连在制程的设备都有在不断的去做自己的东西出来。那包含之前讲的新凯来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些公司它都是跟辉达都是跟华为有关系的。因为你不可能凭空生出一个半导体晶片，或凭空生出一个什么新的技术。那主要还是要靠怎么样去做它。那怎么样做的状况下，就是要有去设备。那今天这个技术呢，它其实因为刚有提到，它被美国制裁，它不能买比较应该说先进的设备，然后来去做我的先进的半导体晶片，所以我就得用某种程度的方式去把它串联起来，来达到我现在所需要的算力。那比如说我从做住平层，然后再做到变成住高楼，那让我的资讯的串联速度能够变得很快，达到现在那个辉达它的
需求，那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感觉。那然后刚请说，没事，请说。对，那刚刚我们提到说，现在华为也宣称哈，说他们可以用100万颗晶片，然后用重极化这个技术，然后呢达到的效能其实不输给辉达。是，所以这个重极化又是什么呢？重极化就比如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把它全部连在一起，能够让我里面的资讯能够跑得很顺畅，然后能够沟通的很快。但是这个重极化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今天把它叠高的时候，它的散热怎么办？哦，那我的资料传输的时候，如果假设这100万颗当中有一颗坏掉，它会不会整个都坏掉？那也会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台湾很引以为傲的 CoWoS。那我就是把很多杂七杂八的系统全部都叠在一颗晶片上。那华为这个其实也是类似 CoWoS 这种感觉啦。那我们讲个比较台湾人可以理解，因为台湾人每一个人都对半导体算是非常的了解啊。好，那如果这个万一一个坏了怎么办？那万一叠坏了，万一粘坏了怎么办？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它的关键在于未来的散热技术。其中有一个是非常关键，就是散热。对，不只是散热，那再来是怎么样它连得比较快，怎么样把它粘得好。对 ，OK， 都是可能未来需要观察的一个方向。好，其实提到了华为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华为从2020年那时候失去了台积电代工合作的机会之后呢，已经有好几次都没有发布新闻稿，然后呢就直接告诉大家他们出价这个就是说上架新的产品哈。那9月18号，刚刚我们提到的华为全连接大会呢，这次呢更是看到规模比照辉达的新品发表会，也大肆的宣传。而且呢，刚刚我们提到这位徐直军，他也详细的向外界来介绍华为的公司最新技术，而且呢，很高调的发布了未来整个华为的大战略跟大蓝图。好，那所以大使怎么看？因为当华为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大会，美方也在看，美方当成观众来说，当然他不可能只是当吃瓜的观众哈，他们也看。那包括像是听简报的美国的商务部啦、国务院啦，甚至是白宫，川普也许真的没时间看哈，但是他会底下的这些幕僚会看。美方看到之后，您觉得他们会有相关的什么反应或动作吗？就继续堵那个好像一面墙都在漏水，继续堵。哎，好像就是他继续那个漏水地方把你堵起来，基本上就是要你死，就是这样，哎，就是华为要你死掉。那问题就变成华为也很带种，他跟美国对打的时候，他通常都说：“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我告诉你我怎么做，我东西出来我也不藏着掖着，我就高调宣布，老子又突破一点了。”他就这样子玩啊！你美国对华为今天制裁10年前就开始啊，华为当初那个手机，我当年在那个海外看到华为手机的时候，华为那个整个的它的那个趋势是怎么样？要把苹果都要干掉的。那个手机在那个起码我在纽西兰看到，哇，那个旗舰店那种开法，那个广告的做法，你已经感到说那个 Apple 的时代结束了。那当时就是美国人就开始把华为就是把你往死里打，连孟晚舟都给你抓起来了。对，所有的实体清单，第一个就是华为，什么都不给你。对，你根本就是被他连他的这个 Android System 他都不给你用，那就要你死啊！那华为就是靠着明着打。那当然就美国商务部来讲，他基本上还是在继续怎么样卡你这个发展的，就是说你致力发展的这个机会嘛。不前一阵才把这个 HBM 也给它禁掉了，对 HBM 也禁掉了，然后呢？这一部分我觉得还会基本上还会对它的周边的公司啊，比如说啦，今天华为做光刻机的好几个公司，我听说有3个公司啊，它在列入实体清单，它去查你不准卖嘛，它不准卖啊，你所有的这个技术，你的设备就技术把你卡掉，所以美国就是不断的卡你，然后呢把你东西都明着来啊。那现在来讲，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会发觉越来越可能，就是说，在实际上这个长远的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讲，你逼着它做全产业链的发展，对，不但所有的关键这个零组件它自己做，它连设备都得自己做。它本来还不会进军你这个设备，说半导体的设备，哎，
你现在搞不好做连设备，你像他现在搞这个光刻机，没事就给你公布一下，我又搞了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专利，我这个上海电子微电子又怎么样，我的这个哈工大又有什么，他就不断的在这边突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跟国务院跟白宫基本上现在没有改的方向，就是继续堵它，继续堵。哎，看哪里有漏洞就堵它。大使点到一个重点啊，全产业链的发展是被逼出来的哈，所以不管是硬体也好，软体也好，特别讲到软体哈，这个 Android 不给了以后呢，华为自己就做了一个 Harmony OS 啊，鸿蒙的系统哈。那当然这个。接下来在半导体的竞争之后，现在看的就是 AI 的算力啊，尤其人工智能这一块，将来一定是兵家必争之地。阿里巴巴呢，也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号啊，在24号他们宣布要扩大 AI 云端基础设施的投资，说未来3年呢要投入将会有超过今年2月所设定的3800亿人民币的计划，而且呢要发布最新大语言模型 Owen3 Max。延续年初大陆国产 AI 模型的研发热潮，当然这个消息呢也带动了他们的 ADR 股价呢猛涨了8.4%，到了176.76美元。好，所以说这个看来啊 ，AI 不但会是中国大陆经济产业成长的引擎哈，也会是 A 股的引擎吗？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聂老师，你的观察？当然，我们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大家都是全民运动嘛，这两者本来就是很互动的。那 AI，我们大家都知道 AI 是我们的未来，你懂 AI 就有未来，对不对？AI 很清楚嘛，我们从数字来讲，只要你 AI 推动了整个这个产能的这个结构的变化，然后一直往上推动 GDP 一定会成长。然后当然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它实体中呢，当你 AI 的这个实体经济成长之后，当然就会回来让我们的 AI 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资本的支出会更好。而我们现在世界就是需要所有的 AI 的动能，因此呢，这个 image 被所有的在投资股民知道的时候，当然股市就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呢，你说有不同吗？当然它是两个东西，但是呢，实际上在 AI 推动之下都会往前推。我们在经济学有个很有趣的东西啊，叫做 economics push， 就经济推动，把这个我们股市也可以推动，房地产也可以推动。现在啊，我觉得全部改了，就叫什么东西？什么 push 呢？就是 AI push。只要 AI 好 ，GDP 会成长，我们股市也会增长。但是股市比较不一样，股市是短波的，有涨有跌啦。这个我们说股民一定是要抓到所谓的好的时机进场才对。我们讲 timing 嘛，就择时很重要。当然现在择股，大家很多人都已经投向了在跟 AI 相关的股票了。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呢 ，Intel 最近跟台积电开始在接触啊，商讨什么呢？投资生产或合伙相关的事宜。那么 Intel 呢，最近在找这个大客户，而且非常的积极。好，我们拉出一个时间序列哈，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8月份呢，取得了软银挹注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川普呢，在8月11在白宫跟这个 Intel 的 CEO 啊，执行长陈立武会面，特别又对于陈立武呢表示高度的赞赏哈。先前不是还把他批的这一无是处吗？但是后来表达对他的赞赏。上个礼拜呢。AI 晶片的这个辉达啊，就是他们宣布呢对 Intel 投资50亿美元入股，那么大概是有4%的股权。好，我们要问的是陈立武哈，因为他是财经底的，他是这个做财务投资啊，他包括并购都很厉害的哈。那另外呢，台积电啊，就是现在的魏哲家董事长呢，他是电机工程博士，就一个是财务底，一个是技术底。我想问一下聂老师哈。因为现在大家也在看一个问题，这个财务底的陈立武，他到底找台积电，那跟台积电要合作，他的思维架构怎么看？我觉得财务底、技术底其实是相通的，你懂技术也要懂财务，懂财务也要懂技术，只是你偏哪一块。基本上魏哲家，基本上我把它叫做 academic， 他是学者派。他从耶鲁大学电机毕业以后，他的确有技术，但是他不懂财务，也没办法运作。他必须了解产业的深度。那另外一个叫 practitioner， 就是实践者，就是实务家。那这个人呢，讲不好听是财务底的，他非常厉害。我这样讲好了，这个马来西亚人的华人，他在新加坡长大，他受的教育，他现在刚好65岁，还是走到高龄化的步骤。但我要讲的是，他的路程也非常清楚。他 MIT 当时读的是核工，后来发觉当时的核工已经没有好的未来以后。他就走进去读 MBA， 专门就是走财务这一块。结果呢，他主要就是美国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叫矽谷，人只要到矽谷，你只要够 smart， 你就可以怎么样呢？看到一些别人的技术，你要懂技术啊，人家新创技术，人家可投的地方。我跟你讲，这种人我身边非常多，因为我们现在教财务，我以前有点技术，我是工学院转过来的。现在一个重点就是我的学弟这也是 MIT， 跟他性质很像。现在美国教书，那我们常联络。
我想这些人他都会到矽谷里面去变成做连续创业家，然后去开了公司再卖。这些人啊都会有相同的特色，这些人很会搞钱，会弄钱。我跟你讲，这些人讲不好听，你讲 VC。我们讲在教学生讲你要进入比较前端搞到投资银行的，你就是比较属于的财务的前卫，你就有办法知道资本市场怎么运作，真的搞到钱、拿到钱，甚至赚到钱。我先讲一下魏哲家，我们讲说他今天怎么会被人家那么肯定？说穿了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的在财务真的实践到他成功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历史很重要，尤其要有成功的经验、成功的历史。说不好听一点，他在募资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是要有眼光的，他的眼光看准之后，他的几个大投资都赚到钱。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叫 Warden 这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很重要的创始人。我只要是创投界都知道了。今天只要 Warden 去投了你这个新创，其他都跟进了。就像在台湾，我要扶持的一些年轻人说，来，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大咖进来，其他钱就会进来。第一个找国家行政院国家开发基金，只要他天使轮基金或怎么样进去，你就会成功。他就是那个叫 Warden 的 International 创始人，而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是人家的所谓的 Warden 的这个 fund 就是基金的合伙人。你要知道，当他创投走到这个创投之后，他多少的成功的创投的投到好的新创案子，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当然，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火候之后 ，Intel 他是今年2025年3月10号他接了 CEO 这个位置。各位知道啊，美国现在要制造业回流，他发现有3大问题：第一，没有人才；第二，没有技术，没有基础建设。但是最强要就是高阶的晶片这种的制程。但他发现有基础建设，就是 Intel。各位想想，上世纪最厉害的哪一家 CPU 是属于谁？全部上面就写着 Intel 5个字。现在那么差了，对不对？但他基础建设在，所以川普一定要想办法把所有东西都灌进去。所以你要搞软银，搞了20亿，找辉达搞50亿，他还要找台积电，也希望台积电投他，因为他现在要突然去训练人才，突然去弄技术，突然弄其他的基础设施，没有办法。没有关系，他扶不起，对不对？找几个大人物把他带起来就可以了。其实英特尔他不是扶不起，是也就是他只是没有在后面太自信，没有追上而已。这就是美国现在要做的。那最后讲的就是陈立武，就是因为他成功的过去的经验，让川普也看到了，所以 CEO 也是看到这一点。我觉得，当然美国现在在运作这一块了，是不是一定能成功，我们还要等着看。好，那提到了这个相关的半导体代工呢，其实有一张图表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呢，在晶圆代工的部分。真的是全球高度的分工化。比如说呢，晶圆代工呢，当然7×5是中华民国台湾啊，尤其是台积电为主。那当然也因此呢，台积电被称为是护国神山哈。中国大陆在晶圆代工呢占的比率大概是1成左右，美国更是少哈，只有2%左右。那包括 IC 设计，包括晶圆代工，包括还有像是市场材料等等，还有封装测试啊。封装测试其实台湾也是相对来说比例算是比较高的。好，那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啊，全球行销长以及台湾区的总裁叫曹世伦。日前呢，他就在这个经济部产业技术司还有中经院共同举办的2025台日科技高峰论坛上，他指出，他特别就点到这个重点，他说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会突破1兆美元，甚至在2040年渴望达到2兆美元。但他特别强调是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必须透过全球协作，大家都得合作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这真的是点出了一个重点，江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我们刚刚所提到，像是晶圆代工，你就可以看到，这只是晶圆代工的部分。另外，像是封测也好，像是我们都知道，比如材料是以日本为主，好，那 ASML 就是他们是光刻机，所以全球半导体的分工现况，告诉我们一下。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整个产业链，我们从最上游来看的话，要先从 IC 设计嘛。那最主要 IC 设计的话，还是以美国为主。那有 IC 设计就有 IC 设计工具，那这全部也是基本上都是在美国人的手上。那在 IC 设计，大概美国占比有71%。那其实大家可能会忽略那个苹果公司它也是 IC 设计公司，AMD 它也是 IC 设计。博通、NVIDIA、高通，它都是 IC 设计公司。那再来就是韩国，在 IC 设计，它其实也占了3%左右哦。然后再来就是下一步就是做到制作，制作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台积电，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大概占了75%左右，很大一部分是靠台积电、联电等等在做哦。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是中国，其实在
晶圆制造的部分其实也开始在迎头赶上了。那主要的话还是着重于在成熟的制程，那再来做完之后要到后面的封装跟测试。那最主要的话，台湾占了50%，那以日月光为主啊。那美国当然也有，那中国也是迎头赶上，大概是在第2名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设备，那设备最主要的话是以美国、荷兰跟日本为主哦。那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台湾的形势大好，其实台湾在整个半导体的设备的占比大概只有1% 左右。所以我觉得在政府在投入预算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我觉得往设备来去做补助，我觉得会对台湾的市场会有非常大的带动很大的一个作用哦。那目前来说，政府很大一部分是把预算是投入在 IC 设计里面哦。那包含精创计划，它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补助 IC 设计。那再回到刚刚提到的说，2030年之后呢，那其实有预估整个市场半导体市场规模大概1兆美元哦。那主要是什么在赚钱？伺服器、资料中心跟存储哦，大概占了3400亿美元的这个样子的规模。那提到说，刚刚有讲到Intel， 那 Intel 跟拿了这么多投资之后呢，它会不会去威胁到台积电？这也要看说到底要卖给谁。那卖的时候它成本贵不贵？回归到市场机制，那台积电做出来就是良率高又便宜，相较于其他比如说三星或者是刚刚讲的 Intel 或者是华为，那我觉得到最后还是以市场面为主。OK， 其实这让我想到，因为刚刚肖老师的分析上面，让我就想到说，之前我们常常谈到所谓的全球化啊，全球化就是高度的分工啊，大家各自有强项。那刚刚透过图表，我们也看到，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强项，特别是在半导体的产业当中，不可能所有人就是一条龙全包了。可是现在看到，就是您刚才也特别提到。晶片设计的部分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那制造的部分当然台湾不用说，还有就是特别中国大陆的制造确实这几年让大家不容小觑的，因为它的制造能力实在非常的强。所以老师您的理解是哈，未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比重这样的一个分工的部分，因为全球化已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在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也不断在加强它在晶片设计这一块的能力，而在美国这边呢，不断去提升它要制造的能力。可是它没有办法提升它制造能力的时候，只有人拉，包括像台湾在内，包括像日本在内，哦，它这个版图会如何的变化？你觉得？其实说穿了，刚刚有提到说，到底是谁去买它？那主要的话，台湾很多，应该不是说很多，几乎都是做代工。那代工的话，你要看到你的原厂是谁。比如说苹果，它要求你所有苹果很多说，它要求你的安规，它要求你在哪里代工，它要求你用什么样的制程。主要其实大家回想一下，很多公司都还是美国品牌，包含辉达。所以美国今天品牌商要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因为台湾说穿了，它只是代工。刚一直不断的提到，那每个国家它都有它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比如说美国，它有喊出2030，希望先进制程能够占全球占比大概30%，实际数字有点忘记。那要怎么样达成？这其实才是我们该反思的。那再来，马来西亚它希望它的封装能够占比在2030，也是2030，很奇怪。能够占比到全球的30%，那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台湾很多的厂商就往这2个地方去做靠拢。那第一个当然是政策支持，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什么？我的组装厂在哪里？我的制造厂在哪里？因为说实在的，半导体不是单一厂商能够存在的，它需要完整的产业链。那包含其实美国SEMI 其实有调查说，在2024到2028。中间全球会增加80座晶圆厂，那主要65座还是集中在亚洲。那所以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看我最后要在哪里做，最后卖给谁。OK， 所以也要看你的买家是什么啊。您刚刚特别提到的辉达哈，有一张图表，来这边给大家做个参考。最近看到说，包括辉达，还有呢 OpenAI 跟甲骨文啊，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联盟 ONO 联盟啊。那也有一些分析是看到说。
那确实啊，蛮高招的。为什么呢？因为是 NVIDIA 辉达投资 OpenAI， 那要建立的是大规模的 data center 啊，数据中心。然后呢 ，OpenAI 呢向甲骨文来买他们的超级算力，那甲骨文呢再向辉达买他们超强的 GPU。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 triangle， 这样的一个三角的循环啊。正好就是不断去做大他们，特别是在 AI， 特别是半导体也好，还有未来 AI 的运算能力哈。那《纽约时报》也分析哈，特别提到了半导体，他说这些半导体大厂的加入，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帮助 Intel 转亏为盈，但是这很可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其他的企业加大对 Intel 的投资。言下之意就是说，很多钱就会进到了 Intel， 好，包括呢那些试图赢得川普青睐的大公司啊。所以大使，您觉得就这些大厂的投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是投资 Intel， 投资陈立武，顺便也投资 MAGA 的川普吗？其实这样子啊，哈，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啊，对不对？到底是投资 Intel 还是投资陈立武，还是投资川普？我的答案就是投资川普。OK， 非常清楚啊，因为你刚刚讲的 O&O， 我最近看一个朋友也在谈这个问题啊，他三者都互利啊，三者的股票这个案子一出来以后，三者哈，对，股票都上扬嘛，对不对？那叫相互投资嘛，所以呢，不过这个对 Intel 这个厂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一个投资，它的本身的商业性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认为是比较弱的，因为这件事情，川普是非常关注的。陈立武曾经被川普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里面指明说他要赶快下台，根本对他还认识不是很清楚，就要叫他下台。那然后呢，从拜登开始到川普，都要求很多人去 Intel 投资。美国什么时候管到这么多了？美国是一个纯社会、纯资本主义的一个政经体制啊，跟美国政府多次要人家去投资，我们台积电被传言多少次要去投资，对不对？去投资 Intel，原因是什么？我说就是要救这间公司啊，对不对？在商业竞争里面，你不行了你就垮掉就好了。可是美国的可能政治人物认为这个 Intel 不能让它垮，那不能让它垮的话，就要别人去投资。我们台积电什么都被点名了，很多公司甚至韩国厂也被点名了，就要去救 Intel。那最后叫这个谁去投资 ？NVIDIA 去投资它，对不对？现在又讲这个还有别的公司也要大家都要去投资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NVIDIA 跟 Intel 是竞争者啊。Intel 为什么现在落入今天的境地？它也在做 GPU 啊，它是 CPU 起家没有错，可是它也做 GPU， 它产品卖不过 NVIDIA 啊。它跟 NVIDIA 是在一个怎么讲竞争的关系？那为什么要让他拿40亿、拿50亿去投资它？我说穿了，我从政治角度来解释好了。第一个啦 ，Intel 是美国的亲生小孩，这个是亲生的。然后 NVIDIA 呢是移民的小孩，是移民的小孩。那我们台积电是什么？是外国人的小孩。连小孩都不是，就是个外国人。对，那川普这些人基本上民族主义观点是很重的 ，Made in US 还一定要 Made by US Company。Intel 是美国这方面的招牌，所以他们在出手救这间公司，而且是政客叫别人的投资人去拿钱救这间公司，救不救得起来不知道，可是他就是要救。